那个大家能听到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去给我们留个言，没有问题，正常的话也 OK。Hello，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10点钟准时开始啊。Hello，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现在是会人阶段，啊，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公屏上打字，待会也儿有可以留言。机会的话，我就顺便就回答一下。好的，这个现在大家能看到两个，一个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啊，我叫贤文老李，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可以看到视频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角儿，段老师，段大锤。就跟大家聊聊天儿。Hello，如果大家这个听到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面给我们打出来啊。声音没问题吧？我这个用的是大疆那个麦克风，嗯，拿的笔记本电脑连的，声音没问题就比较好。之前直接用笔记本好像声音会有点不太好。大家如果没问题的话，也可以 Q 个一，我们看一下啊。没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 Q 个一。OK。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我看这个题目是讲到底什么样的中医出海才吃香。哎，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出不出海吧，就是你有些中医的话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自己生存的很好的。嗯你符合一些基本的技能啊，你的为人、你的沟通能力够的话，不管是你在国内哪个城市，还是在国外哪个国家，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水平，不会说过得太艰辛。就这么多人了吧？应该还有吧？哦，应该还有，稍等一下，我们我再等一等。等1分钟。哎，一会儿我就是按发的这个海报，大概分这几块来讲一下。对，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工作经验，不用讲太复杂，就是简单说一说跟这个出国有关系的部分吧。嗯之后再讲一下，呃，国内国外的这个区别。其实我是觉得区别对我来说不是太大，但是可能你如果没在市场上待过，只是在公立医院待过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嗯，第三部分讲这个加拿大当地居民对中医的需求和认知状态，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是，可以简单讲一讲。对，重点放在咱们怎么看看需要做哪些准备，可以做好出国的准备，或者是迎接一个新的事业阶段吧。好的。那个可能还有一些同学现在还没有完全进来，我们就先不等了吧，我们还是准点儿就开始，现在已经10点了。啊，我先欢迎各位同仁啊，这个欢迎各位同仁。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医脉这个平台是一个聚焦中医在全球发展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从收集、研究和报道国内外的一些中医商业化的案例开始，然后现在已经有近千名这个中医的全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行业内的人士和爱好者，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这个组织里面了。然后我们也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呢，去尽可能发掘一些出海的各类机会和出海的一些
这个指南啊，我们希望去做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尝试啊，在这个全球发展啊开始，然后我们反哺中医在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的进化和升级。对，大概我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段老师，段老师是现在现居加拿大啊，现居加拿大在自己做诊所。然后我觉得这个详细一点的介绍，段老师亲自来吧，好不好？好，好，感谢这个义卖提供这个机会啊，这个真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这周在油管上的视频也讲了一下，就是讲的那个 LV 投资的纽约的那个针灸连锁店嘛，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温哥华很有名的王祖贤开的这个艾灸馆，就稍微点评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就是打着这个中医的概念在做这些商业化的事情。我之所以愿意连线这个呢，我是希望能更多的真正的咱们中医的专业人士，能够把真正的中医带到国外，或者说怎么在国内、在国外、在自己在的地方能够做得更好，真正的把这个中医的理念、中医的治疗，还有它的这个疗效能够发扬光大，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商业的投资机构，它打着中医的概念就去做这些纯商业化的。甚至是这种给中医带来一些污名化，甚至是不好的负面新闻的一些事情。我对，我自己呢，觉得这个就是发心特别好，嗯，嗯，我说这个发心就特别好，您继续。我自己先简单介绍一下吧。我其实，就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叫学院派吧，就是高考考到中医药大学，然后学的针灸推拿，毕业之后就在公立医院工作，工作了10年，之后又有机会，在这个私立的诊所工作，私立诊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有机会出国，出国当时是去俄罗斯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之后，因为思想就发生一些变化嘛，就开始找一些这种有外资背景的。当时去的和睦家，也是朋友介绍的，就是你这种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它管理制度之下，你怎么做好的中医，怎么和这个现代医学配合好，怎么能够互相的这种合作。之后也在一些这种功能医学的诊所，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医诊所都工作过。后来自己也做一些工作室。2018年、19年的时候呢，有个机会，就是朋友在加拿大这边嘛，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说这边的市场的情况。当时我因为结婚嘛，老婆怀孕，就做了一些准备，做功课，就开始往加拿大来发展。当时也是考察了多个国家，新加坡呀、日本、澳大利亚都去看了看，然后韩国也看了看，去了马来西亚，但是这些地方可能觉得不太适合当时的情况吧，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还不太一样。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加拿大了。当时我们是走的技术移民，很快，就是比我预计的要快。当时我想可能是要2到3年才能拿到身份，然后才一步一步的过来。结果可能2、3个月，这个 PR 就下来了，就过来吧。过来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好嘞，现在在加拿大那边，现在在自己做诊所了，对，哎，我来加拿大基本都是一直在自己做，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可能不到1年，在朋友的一个诊所做过兼职，但当时我也有自己的诊所，就是过去帮忙吧。剩下主要的时间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做，或者和朋友一起在合作，就这种情况。先聊聊加拿大那边的情况呢，就是那边对于中医的认知，其实我一直还是挺狐疑的，就是老外到底对中医的认知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境外，加拿大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嗯不是说第一个，主要认为就是加拿大是一个发达国家嘛，而且它是自然资源很好，但是人口很少，而且住的又比较分散，每个地方的
住的人的密度没有那么大，大家都是比较注重这个生活品质。你像都是说北美，但是北美和是这个加拿大和美国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嗯，我觉得生活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关注点不一样。美国那边就是特别像中国，大家都很奋斗啊，很努力。我一看就是觉得这边活力比较大，真是。然后到加拿大这边就是都是养老啊，比较注重养生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边老年人也相对多一点，年轻人也有啊，但是年轻人也是相对躺平的一个状态，就不是说那么卷。对，没那么卷。嗯，所以这个状态和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其实都不太一样，包括对，澳大，都不一样。包括澳大利亚可能也不一样。对，就咱们国外可能，呃，听直播的朋友可能同行了解不是太熟，但是大家可以就是国内的情况去对比一下，因为北京、上海都是不一样的，嗯对吧？北京、广州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同样是国内不同省份，它不同的人群，其实对中医的态度、对中医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法呢，就是说你不用管其他人的看法，你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是你只要呃让你这个认可你的人、认可中医的人得到你应有的服务，做出疗效来，就足够了。你可以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可以养活家人，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可以让认可你的患者得到疗效，让他的病痛得到减轻。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意义。也没嗯必要说我就是一定要把整个现代医学体系都捅破了，你就是所有人都来看中医，哎，不太现实。嗯嗯。那就是我说到收入。记得网上说的有一句话就是嘛，就是你把这个不认可，就是不认可你价值的东西，就把你认可的东西推荐给这不识货的人，那就是一种自取其辱式的这种嗯这嗯，种事情嘛，对吧？对这种孤独嘛。对。那个说到收入哈，加拿大那边现在你觉得加拿大跟国内的收入，你以前在北京嘛，其实主要是在北京嘛，然后这个对，收入差距，有多大呢？差异有多大呢？差异我觉得不是太大，就是我在北京的话，收入其实比现在收入要稍微高一点点吧，但是高的也不是太多，主要还是跟我工作状态有关系，我就一直就比较懒散，不是说特别努力赚钱那种。比较随所以性的。国内收入也差不多，国这边收入也差不多，就是省着点花都够用。那你要说想奢侈点儿，可能确实是不够的。但是大多数加拿大的情况，它就是这样，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嘛，所以它是杀富济贫的，就是你收入高的话，你税就高，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怎么能在这边能挣个大钱，那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包括北欧啊，包括很多国家，应该都是类似的情况。你要想挣大钱，就不要来加拿大，不要来这个北欧，不要去新西兰，可能也差不多。你要真想挣大钱，可能去美国能行，因为美国的人口也够，市场也够大，然后它也有这种卷的这个氛围。我听说是美国有些同行，这个一年挣个50万、100万的美元是能挣到的。加拿大的话，你要是挣超过50万以上的加币，这个税收是非常高的，基本上你反而就不如你挣的少一点。啊，所以其实这个点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到底出去想干嘛，对吧？就是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想清楚。你要想出去挣大钱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选一下市场，活力更强的市场，竞争也更大的市场，更内卷的市场，对吧？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你要是在中国，你想想，在中国国内，你是母语的环境下，你也熟悉母语的市场，你也了解当地的政策，那你都挣不了大钱，你怎么可能说到一个陌生环境，换一种语言，换一个市场，换一个环境，你反而能挣大钱呢？我认识的人里面，真正能挣大钱的，要不然就是去美国，要不然就是去非洲。就你只有这种差异化极大的，然后这种市场不一样，你可以有这种市场空子可钻，你才可能挣大钱。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说的话，第一个抱着挣大钱的目的就很难做到，还有一个可能你就要做一些这个违反你本心的事情。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到底是什么发心。我遇到的其实很多中医做得很好的中医，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我觉得都是这个发心首先很重要。就你如果奔着这个过于商业的这个逐利的这个姿态去做，心态去做，那真的还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容易做得很累吧。对，而且容易把自己做变形、做扭曲掉啊。你受资本挟持嘛，最后就是你做的事情、说的话就很多身不由己了。嗯我认识朋友里面，国内也有做的很大的，一年挣上亿的。这个你现在看网上他的一些视频，明显说的话就跟他这个正常线下交往的时候说的都不一样，就没办法。你在那位置，多少人指着他吃饭呢？所以您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希望这种状态，会比较抵触吗？比较抵触。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各位同仁听到这一段儿，我觉得可能也是自己要去叩问一下内心啊，就是我到底要想出去是干嘛，对吧？我觉得就是段老师还是一个比较从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想去弘扬中医文化，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逻辑在的哈。我觉得就先做个好人吧，做个正常的人。你看我从公立医院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换了一个院长。原啊，来我们医院那个院长、副院长、这个书记、主任这些全都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虽然嗯是一个综合医院吧，但是整个科室的氛围啊，包括对这个治疗方案、对患者的这些态度啊，整体的各方面，就还是传统中医的这种思维，就还嗯是我觉得很保守。就是当嗯，时最早的时候，甚至不要说西药了，中药都不让开，就是你纯用针灸、纯用手法。你骨科嘛，哦正骨这些，就是传统的这种治法。这个我觉得可能全国都比较少见。但是啊后来这个老院长退休了，老院长现在也来温哥华了，退休了，哦过来养老了。嗯然后换了一个新院长，新院长是急诊科出身的，那他的这个明显经营思路就是 KPI 为主，就是你得一年你这科室得挣够多少钱，你对今年挣个5000万，明年得挣8000万才行，你挣不到8000万没有奖金啊。那嗯你想这个病床数还是那么多病床数，大夫护嗯士还是那么多人，你怎么嗯从5000万变8000万呀？那只能你这个思维就变了嘛，思维你嗯变，你好多行为你就身不由己了，所以嗯我觉得是接受不了的。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讲，就是我可能每个人都得先叩问一下内心，特别是可能我看群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同仁是年纪可能还不是很大，现在也可能刚毕业没几年，就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要先自己得想清楚。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一竿子打死啊，就是这个想赚更多的钱有什么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反正首先摆正吧。对吧？然后我再问一下一些相对具体一点的情况呢，就是加拿大那边如果现在要出去的话，一些基本的流程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段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吗？基本的流程就是，条件，你要出来的话，肯定是正规的移民嘛。正规的移民，我觉得最官方的就是你如果英语好，你用英语直接上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它上面就是有评估的一个表格，你就进它那个评估，然后填你的基本资料，年龄、学历，英语水平，雅思多少分儿，你的家庭背景，就是家里几口人，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几个孩子，就是大概这些基本的情况，他就会给你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能走哪些项目。然后你去找移民中介的话，他也实际上也是收集完你资料以后在这上评，都是一样的。你自己先评估一下，大概心里就有数。简单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看你的英语能力，你英语水平越高，雅思的成绩越好，你其他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你如果英语水平比较差，如果雅思
连4分都考不了，4分就是大概是高中的水平嘛，高中毕业的水平。那你就是能走的项目就很少了，那你唯一能补的就是用钱，你多花钱，你走投资移民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走，那你就肯定是英语水平越高，你花的钱就越少。你英语水平越低，你说我就不想考英语，我就是普通话，甚至我普通话都不会，我就只会说方言，那你就拿钱砸了，对吧？但是我了解的就是朋友说的，就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全球嘛，都开始政治转向，加拿大这个政府换届之后，移民政策都在缩紧，所以你光拿钱砸的话，可能是很难很难。你除非你砸特别多的钱，但是也是机会渺茫。所所以大家以首先第一步就是先学好英语。，OK，然后呢，中医的技能方面呢，这些有什么证照？这些是可以加分的，还是可以怎么着呢？证照都没有加分，只有是学历，就是学历学历是得到认可的。就是我说的是正规的公立的学历，就是公立大学、全日制的大学，而且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学历认证的这个表格，也是找官网，就是有这种加拿大的中医协会，BC 省这边是 CCHP BC，然后安省那边也有安省的中医药管理局，上面都会有标准，就是你去做学历认证，可以看它学历认证认可的大学是哪些，基本上各个省的这个主要的中医药大学都是认可的。但是第一个它肯定是本科以上，如果是专科的话，可能就用处不大，或者是你过来以后还要再补课。这也是刚才说的，就是移民这块也是这样，移民基本上现在你也是要至少要有一个本科的学历，就是正规的全日制的本科学历，你可以是私立大学，但是专科可能是很难，专科基本上就是这边没有对应的学历，所以要哦，有学位的，有学位的这种本科学位以上。当然，学位是你越高越好了，你有研究生的学历、硕士、博士，你就越高，你的在这个系统，不管是移民局的系统，还是在这个专业协会的认证系统里面，都是分数会更高。OK，那这种技能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单独加分的。那他们就是我们如果要出去的话，那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类目的选择呢？比如说中医药和这个针灸或者推拿，这些都是分开的嘛，对吧？对，对，就是 这些 BC 都是省的话，分开的。这边是分4种。嗯它就是第一个是注册的针灸师，就嗯是只能做针灸，然后是注册中药师，他是辅助开药抓方的，然后注册中医师就是包括针灸师、中药师，或者是你有针灸师和中药师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注册中医师，这些中医的主要的东西都可以做，推拿、针灸推拿，然后拔罐还有艾灸，还有你的开方子，还有包括教太极拳。运动处方，这些都是属于是它的受保护的职业范围。这是官方的这种是这样的。其次呢，就是 BC 省这边还有一个其他省没有的，它叫做高级呃注册高级中医师叫 BC 省它认可的叫 Doctor TCM，这个title 就是头衔要连起来用，你直接用Doctor 是不行的，就必须是 Doctor TCM，就是高级中医师的意思。这个权限是比较高的，现在取得这个 title 的人也比较少，相对来说，从统计上来看，就是有这个头衔和没有这个头衔，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OK OK，好的，那我们这个他没有这种技能的加分的话，那他如何去做这种选择呢？就是他只是靠一个学历吗？靠学历然后自己去选填吗？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说谁选择？就是自己去选择，是不是自己可以选择呢？比如说我要去到加拿大，然后我想选针灸师，或者是我想选一个中药师，那是自己去做选择吗？他有什么需嗯，要去给什么专业的这个技能认证的东西吗？对，你考试之前要提交学历认证，就符嗯合它的一定要求，你才嗯能考相应的这个牌照。啊，然后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顺序，就是从低到高，OK，就是你是5年制的，如果是
针灸学专业的话，你就只能考针灸师，然后？OK 他可能是6年还是5年，就是你研究生或者是有足够的这种中医师的这种专业，他就可以直接考注册中医师。OK，没有的话，你要补1年的这个中药的课嗯才能考。嗯然后如果是呃再高一点，就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的话，你可以直接考高级中医师，应该是。，OK，但是高级中医师是2年有一次考试，所以你如果赶上这一年没有的话，那你要再等1年，或者就等一年。不如先考一个注册中医师，然后等到有考试的时候，你再考一个高级注册中医师。OK，明白。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出去以后是先找一家雇主是吧？但是中医的这个公立的机构应该很少吧？基本上都是私立的哈，在海外的话这边没有公立的，没有公立的哈。对，都是都是私立的。嗯，好的。那我们再聊一下加拿大那边的一些基础的情况吧，生活水平啊，跟国内这些差我先把异大吗？刚才那个问题说完，就是刚啊，才好，说这个机构的话，是这样，就完全没公立的话，也说的太绝对了。嗯有部分的省的这个公立医院里面，它是有这种辅助科室，，OK，就是它会有这种主要是辅助生殖、做人工试管的这种需求很大，所以有的公立医院它有生殖中心，生殖嗯中心里面它有可能会配针灸师，这个是属于公立医疗体系里面的。但是实际上也是相当于你是一个自雇，只不过是工作是在这里，它有一个雇佣关系。比如说蒙特利尔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生殖中心啊，非常有名，是因为当时这个生殖中心是给这个那叫泰坦尼克那个主演嘛，斯林迪翁，他当时就是在那儿做的，所以生的孩子，而且是通过针灸辅助之后生的，所以他还给这个中心等于是做了一个代言吧。然后当地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然后给他扎的针灸嘛，所以那个诊所到这，包括这个生殖中心，就都火了20-30年了，就是全世界或者说，美国很多地方明星都去那个地方去做，这个也是给这个咱们中医界长脸的一个事儿。然后加拿大的这个军队里面虽然没有像美国军队里面那样有直接的针灸师，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个军人还有军人家属，有些地方是对这个针灸的报销保险它是无限制的，就是可以随便扎针灸，都是给报的。所以在这个军事基地附近有一些中医的诊所，跟这个军队的联系是很紧密的。甚至我认识有他考完针灸师以后，考完中医师以后，他报了一个预备役，直接去参军。他在部队里面填的技能里面就有针灸，所以他在部队里面还有针灸的这个工作。这个是其他的话，就是大多数都是自雇，就是其实就是都是个体户，只嗯不过区别是说你是自己有一个诊所，还是说在这种连锁的机构里面，签劳动合同，还是说在这种联合诊所里面，我租一个诊室，各种形式都有，比较灵活，但主要还是说都是私营的，就是个人个体户自我负责，自己干得多挣得多，干得少就挣得少，就是这种。好的。私营的话，一般来讲找这种工作复杂吗？不复杂，就是你去相应的求职网站上是很多的，但是嗯，第一个你要有合法的工作身份，有工签或者有 PR，或者入籍，就是你要有本地合法的工作资格。你这个签合同之前或者合作之前，他肯定是要看这个的。其次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机构里面挣到钱，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技术水平、沟通能力。你像我刚来的话，刚来加拿大移民，基本上第一个月我就找了一个诊所，然后包了他一间诊室就开始干了，就等于自己诊所就开起来了。因为当时我也没带钱，就是带了几百块钱加币就过来了。你不挣钱，房租都交不起，那就是开始挣钱了。我也有这个自信嘛，反正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病，有病的地方你就能挣到钱。嗯，我就这么想的，就这么做了。也
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所以最早你过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投资，相当于说，我做技术移民就基本没花钱。对，就不花钱。那你现在做一个诊所，大概花了多少钱？这个，花了我之前第一个诊所花了大概1万加币，就是连装修带牌照啊，带买各种设备，那个按摩床这些加起来1万加币吧。第二个诊所的话，就是去年搬过来，等于是一个毛坯房，所以装修花的比较多，但是也不超过10万加币吧，花了嗯几万加币，嗯，主要是装现修的钱。现在的汇率大概是什么样子？加币的汇率大概1:5吧。1:5啊，OK，那就是花了差不多有50万人民币了。哦，我就没这么算过。嗯，好。加拿大那边情况我们再聊聊吧，就是那好啊。边的需求，人，对吧？这个什么病为主呢？他们那边大概的需求，需求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和国内的一线城市是差不多的。嗯，那我说的这个人群主要可能是相对稍微国内稍微高端一点的，就是他可能基本的病，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嘛，所以它公立医疗系统很强大。你在公立医疗系统看病，基本上就不用花钱的。所以作为这个中医来说，你在市场上肯定是要治疗一些公立医疗系统看不好的，或者它优势不大的这种疾病，这样这个患者才有愿意自己掏钱，不管他是有这个商业保险还是没有商业保险，他愿意自己真金白银来看病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相对经济比较富裕的阶层。主要看的，我这里看的主要是运动损伤，因为加拿大人他还是相对有运动习惯的人更多一些，那运动多了，他就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比如打球类啊、高尔夫球，呃玩击剑啊，前天刚做的这个击剑损伤的这个视频吧，打篮球、打羽毛球、网球这些，还有跑步，包括有一些极限运动，滑雪这些运动损伤，我这里看的多一点。嗯，打高尔夫还有就球是长期会有运动，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比如说这种 IT 工作人员呀，他的这种久坐的病、腰疼、颈椎的问题、膝盖的问题、手腕的问题啊，就是这种职业病吧。嗯还有就是说，这边不工作的人也比较多，比如这个家庭主妇啊，还有一些退休的人士，还有一些老年退行性的疾病，还有一些这种过来留学的，或者说是青少年的一些问题，就主要是这几类吧。竞争大吗？竞争的话，就是有大量的是这种重复性的，会比较多，所以我做的这个领域就做的比较少，所以对我来说就没什么竞争，就是或者说我看的都是别的地儿看不好的。啊，运动损伤啊，方面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也挺多的，但也是，挺多的，你就是别人能看的，技术你能看得更好；别人看不好的，你也能看好，你就能生存下来，技就术在那，很简单。对。一个是技术，一个就是你要认准市场。就是嗯我们学这个扁鹊前辈，就是你到扁鹊到哪个国家，他要观察这个地方市场需要什么。当然，市场需要你做妇科医生，那你就要做妇科医生；市场需要你看老年病，你就要看老年；市场需要你看小孩的病，你要看儿科的病。那加拿大这边公立医疗系统，你可以知道，就是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它其实公立系统已经可以很好的治疗了，而且是没有成本的。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它这个有些现代医学体系不是很擅长，或者治的效果没那么满意的吧。对，所以其实自己去观察这个市场，看这个市场有什么需求，然后再去结合自己的技能，对吧？这个还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反过来要先
看一下自己会什么吧。先你要说你市场最大的美容，那我觉得我做不了。在技术上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形象啊，或者说我这个为了避嫌，我也不能去做美容啊，要不这个太太该不高兴了。对，有道理哈。嗯，那个，赚钱的事儿，我们再聊一聊呢。就是这边大概的待遇能够，刚才说跟北京可能差不太多，对吧？对，除了北京之外呢，就是国内你觉得哪些市场的可能环境差不太多的，跟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市场、我觉得一线城市应该都差不多吧。一线城市都差不多。我了解，就是我认识朋友，北京应该正常，你做中医挣个50-60万问题不大。应该一线城市应该都差不多吧。嗯，那在加拿大的消费水平呢，大概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花多少就丰俭由人了。这啊，个就是这样的，你比如你在北京，那嗯你一定要住金融街，和你嗯，住到6环外，那肯定是花销不一样的。对，那这个加拿大这边可能就更极端一点，你住市中心，你的诊所开在市中心，你的房租、你的生活成本，和你只要开车从市中心开车15分钟，就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对，但你生活质量并不会下降很多，因为嗯城市这边都很小嘛。嗯，我在这个列治文，大概你开车20-30分钟就从一头到另一头了。就那穿城了，其实其实，对啊，那我家的位置离市中心就是10分钟，那你就是你去看了，就是基本它就是按圈的嘛。你开车离市中心10分钟是一个价位，那你开车15分钟一个价位，开车20分钟一个价位，它周围的环境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的学区，那你像华人，咱们比较重视教育，首先考虑就是学区好不好。那你好的学区，你学校门口的价钱和你要走10分钟的价钱，和你得开车10分钟的价钱，那肯定房价是不一样的。嗯，大那概房价房价就是最区间，大头。嗯，大概的区间呢？区间的话，就是这个是跟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我说了嘛，丰俭由人。你像BC 省啊，我在这个列治文，我买的这个独立屋，那肯定就是你要将近200万加币了，最少啊，这是200万起步吧。要100多万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老，或者说是比较狭小，可能你维护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但是从我住的这个独立屋，只要隔一条街，它每个小区里面都会有这种相对的，我国内叫廉租房吧，但这边不叫廉租房，它可能叫 leasehold 或者是其他的说法，就是可能你是没有这种独立产权，但是它有这种公共产权，那个房价就明显就下来了。比如我旁边有一个公寓，就是隔一条街，我从我家里面就能看到那个房子。然后房子质量呢，其实是不错的，也是很大，格局很好，而且就是可能离超市、离这个公交站更近，但是它的房价就20多万，差10倍。啊，差这么嗯，多，对，嗯你如果说我就是光租房，我不买房，这边本地人很多人他买不起房，那嗯他就租房，他可能一辈子都租房，这是嗯他生活方式决定的。第一个，租房他可以抵扣很多税费；第二个呢，他拿出这个现金来，他去投资股市啊，投资创业啊，他可能获得的收益更多。嗯华人可能就是买房的多一点。买房的话，房地产市场这边就是周期性上涨，你只要持有的时间够长，它的这个投资回报也是很高的。所以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说我有钱，比如我在北京、在上海，我卖一套房、卖2套房，你在这边平置一套独立屋、别墅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只不过就是你的资产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了，啊，你可能是升值，可能是贬值，但是不会差太多。然后你的日常生活其实花不了太多钱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一个家庭有个5000加币，3000到5000加币吧，就日常开销，吃住行啊，除了住啊，吃行穿衣服这些应该是够的，那等于跟北京的生活差不多的。北京你可能你一个月差不多也得2、3万，3万到5万吧，到不了5万，可能有3万是已经足够了，应该过得还是不错的。
那我说的是我的生活经历啊。那明白。我也有朋友，你这个在北京可能一个月就花几十万的也有，那嗯比不了，就嗯。正常的工薪阶层吧，我觉得。然后那个，小孩儿呢？教育呢？读书，全家人大概开销能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的一个下限是大概多少？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从国内移民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吧，就是说为了小孩的教育。嗯教育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风险由人。嗯第一个呢，你如果只是呃上公立学校，那就是全免费的。基本上你如果有工签或者是有 PR，你有了本地的合法身份的话，孩子上学这是属于一个基本的人权。从这个小学1年级吧，到高中毕业，这个都是全都免费的，就是你去公立学校报到就行了。甚至你可能有些地区，你如果是报税报的比较低，收入低的话，他可能学校还管你一顿饭。但是daycare 就是说咱们国内幼儿园吧，幼儿园学前班这个就是全自费的，嗯也有那种辅助性质的，不用花太多钱，但是那个就要抢。嗯嗯，当然如果是私立的话，就是也是高中低档，有一嗯个月几百块钱的，也有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这个嗯就是风险由人。嗯然后如果不上公立呢，上私立或者说教会学校，像我家的小孩是上的教会学校，一个呢是他有这个教会的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教育，嗯他是这边教会学校是政府严格要求不能这个教授宗教知识的，就不能灌输宗教知识，但嗯是你可以讲。嗯像我孩子上他这个是基督教教会的这个私立学校，这是香港人办的，他也是一个教会，所以他很注重这种我们华人重视这种学术教育，重视嗯阅读，重视语言表达。嗯嗯但是他宗教呢，就是每周你要背一句圣经上的话，但是他也不要求你一定要信教，就是这种情况。那也有的教会学校，他可能要求你父母必须是全家都是信教的。嗯然后再剩下就是这种高端的私立了。但是加拿大的，尤其是 BC 省的这种高端私立，也就是交的学费多一点。那相嗯对国内的话，不算多的。你像马云孩子呀，或者是一些明星的孩子，他们上的这个学校，你去查一下，他学费也就那么回事，可能4、5万加币就到头了，等嗯于也不算太贵吧。嗯，把1年20万人民币，在国内随便一个很普通的私立都得这个钱了。所以选择还是很多，对吧？对，嗯，我觉得就是你认清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身份吧，你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背景，你的孩子，你去不合适的学校，可能他也会不舒服吧。其实说白了就是，其实还是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嗯，我觉得看这个孩子适合哪种吧。嗯像我们一开始也是在公立学校上了1年的学前班儿。嗯公立学校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教育很负责，但是他的问题呢是，就是公立学校的孩子比较多，而且生源的话，它是按片区嘛，就是你这个公立学校周围的住的房子，那有独立屋，有公寓，也有这种廉租房，那肯定它是不同的阶层的孩子，然嗯后可能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三观差距会很大，嗯，这样就导致老师就可能很难照顾到每一个人。明白。然后你去选择这种教会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呢，等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三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相对来说孩子就更能玩到一起。OK。啊，我看这会儿已经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在问一些问题了啊。哦，嗯，这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老师出国后最大的感受和经验教训，后悔自己的选择吗？这个问题比较开放啊。挺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我最大的感受和经验教训就是，我觉得一定是以自己开心最重要，以这个家庭稳定最重要。你如果说是因为出国导致这个家庭分崩离析，或者天天吵架，我觉得那你还不如不要出国。嗯嗯那一定是选择出国呢，就是
家里面一定达成一致的观念，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你们一起努力，这过程当中肯定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远景，那你为了这个远景，你这些就都是你付出这个正常的代价。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远景，那肯定就是说，哎，我是不是回国更好呢？啊，我是不嗯是不出国更好呢？或者我嗯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子呀？那都是假设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你实际上你回去也，我们看到很多回流的人也不一定就真的就过上他想过的生活了。嗯嗯那后悔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吧，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看电视节目，有个主持人就说嘛，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想过得好，就跟开车一样嘛，就不要老看后视镜，嗯，你就多往前看嘛，先看啊，对吧？嗯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呀，我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退休的时候，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嗯那我身边的人都能看得到啊，就是跟我水平差不多呀，同行业的同道，他们有的年长我10岁，年长我20岁，那我10年以后、20年以后，想不想变成他们这样的样子？那我嗯不想了，对吧？嗯那我就肯定要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路子。那我们正好就是这个关老师嘛，关老师他是97年出国，然后在嗯加拿大一直也在这个维多利亚岛自己开诊所。认识以后，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就还是不错的。嗯然后取经，觉得哎自己评估一下，我觉得也是没问题，那我就嗯出来了。嗯，所以其实你还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包括那那准备的真正准备就准备了半个月吧。半个月啊，对其实就是下定决心以后到真正出去也就半个月时间。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说法说的挺好的，就是移民这个事儿，就只有想不想，没有能不能。嗯就是你要真的想的话，你一定能找到办法。嗯，你如果不想的话，就所有的都是困难。但是语言关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啊，这个半个月你没法速成啊。所以我就来加拿大了嘛。加拿大，你像有很多这种华人区啊，列治文就是解放区嘛。你在啊这边，你主要服务华人社区的话，你英语就不需要太好。很啊多人也是需要他这种会中文的中医啊，会中文的这种健康工作者。，OK OK，哎，有个朋友问雅思有有效期吗？他2年有效期过雅期了，这个思也要去2年吧？就得重考了呗，这个，对，得重考。雅思嗯七还是很厉害的，嗯争取再考得好一点的话，你其实就很容易就可以移民了。如果博士学位的话，应该走这种快速通道，走这种省提名，应该是很顺利就可以过来的。，OK OK，好，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刚好也有朋友还在问这个工作强度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跟国我看内前面有一个考试的这个，我讲一啊下考试这个吧。考啊是试，这边的就是这边的考试都不用太担心啊，它都是这种叫行业准入制的这种入门级的考试，难度的话，我觉得比国内的执业医师考试要简单很多啊，基本呢都是全是选择题，嗯然后考的呢不是考知识，不是考技能，它嗯主要是考基础知识、基本伦理啊、基本法律。这个你拿出大概1个月的时间，把这种考试，就是管理局的官网上面，它会有相应的资料，你把这个嗯材料好好看一遍，理嗯解它这个精神，就不是说你一定要答得特别准确，这边不考具体的知识的。就我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因为这边的考试题不允许公开讨论，我就嗯简单举例子，不是真实的考试题，但是是大概这个精神。就比如说，他会问你说，我要考你题干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同时会标注一个标准的那个字母的那个数字那个号啊，那编号，那我也记不住，但是它会有一个足三里，然后说这个足三里的位置在人体的什么地方呢？他会给你4个选项，在头上，在肚子上，在胳膊上，在腿上。我觉得这种题你要答不上的话，我干脆就赶紧转行吧，对吧？对，嗯就是这种水平。然啊，后他或者他一这种题般吧，是考的不是很多，他考的更多的是就这种专业素养，
伦理，就是你应该怎么对待患者，然后怎么避免出现一些危险。它考的是安全的更多，就嗯是你治不好没关系，你如果技术太差治不好，那你得不到市场认可，你就是被淘汰的。嗯这个不是管理局的责任，管理嗯局的责任是你不要拿了一个证书以后，你把人治死了，把人治伤了，让人病情加重，嗯，这个是安全的问题，所以他考的更多是这个方面，所以考的是底线，而不是考的是上。底线。嗯对，，OK。那我们聊聊工作强度吧，就是你觉得这个跟国内的工作强度，当然也可能因人而异啊，但是大体来讲，这个哪边的工作强度会更大一些？工作强度肯定是国内工作强度大呀。国内工作强度大。这边的工作就是更多就是讲的这个 work-life balance，就是你工作和生活要平衡嘛。嗯就是你想不平衡也很难。反正我知道这边有人是确实是说从早晨6、7点钟就开始干活，干到晚上11、12点，也有这种就拼命三郎。那我觉得第一个你这个是很有大爱，嗯就是挣的钱都给政府交税了，工作强度就自己安排嘛。这边不会有强迫的，因为你超过正常的工作时间，那雇主要给你加班费。你如果自己干的话，没人给你加班费，那你等于你挣的钱一样，你干嘛要加班呢？甚至你挣得多，你还要多交税。我有个朋友在这边，就是他每年算账，呃，一个月第一个月挣多少钱，第二个月挣多少钱，到6、7个月的时候，一看，哎，差不多到那个税点了，啊，休息，不工作了，出去玩去了就。就是每个人过法不一样，对，就是你先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再去决定你做什么吧。明白。还有个朋友问中西医博士，这个在那边工作选择这个专业多吗？选择机会什么叫大吗？中西医博士呢？我也没太懂。中西医博士现在有这么样的专业吗？如果你想要走这个现代医学体系，就是公立医疗体系这种，呃，doctor 医生的话，临床医生的话，这种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能。以前老的话是有这种，像我们学校原来是有这种6年制的，它是可以直接转到这边的医师证，可以嗯参加考试。我们很多学长也考，但是到我这儿就是5年制。嗯你要去走那个考医师证的话，比较难，要先做学历认证，然后可能还要补一些课，医学院的课。然后最难的是你要找到当地的人给你开介绍信去做实习，然后实习一般都是去偏远一些的地方，实习之后一步一步来，就跟这边医学院毕业差不太多。嗯然后你要最少10到15年起才能拿到这个证书。，OK。也有走到的。你像我认识有一个，可能比我年纪还大，他可能将近50岁才来加拿大，但是通过10年的努力，拿到了外科医师的医师证，这个非常难的。嗯那我觉着我个人第一个不太喜欢这个，还是更喜欢中医吧，但是我觉得太辛苦，就不愿意吃这苦了。然后他说的这个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在这边是不被认可的，你可嗯能要补很多的课才能符合考中医师的资格。嗯，然后考西医的资格就更难，就要更多。补更多的课，嗯，就是中西医结合是比较吃亏的。中西医专业这个专业是新专业吗？我都一好像没。直都有，但是中西结合专业好像在国内现在也是不太认的，特殊时代的产物吧。好嗯像国内现在医院招中西结合的也很少。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同届的中西结合的专业特别惨，你像我们学校附属医院、中日医院，它本身就是中西结合医院，但是嗯他宁愿要西医院校毕业生，他也不愿意要我们学校的中西结合的，因为都嗯是在一块儿实习。实际上，我们学校的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学生表现比那些西医院校的学生还优秀，那也不能要。就嗯是公立体制下，他就是有这种要求吧。嗯嗯，明白。中西医专业偏向中医。对呀，你这个就是两头都不认你嘛，就是
这都不占啊。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觉得你偏西医，西医觉得你偏中医，那就是谁都不拿你当自己人呀。而两头都不占。且结合不了嘛，你实际上现在就是临床上结合不了，你要不然就都是用的西医的思维、西医的方法，要不然就用的中医的思维、中医的方法。对这一点，你说结合这个很难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展开去聊一聊，就中西医结合这件事儿，它到底靠谱吗？段老师您，小的科室是结合的差不多了，像我们骨科，还嗯有这种耳鼻喉科，还有一些小的科室，其实基本都是中西结合，就是纯嗯西医的院校、纯西医的科室，它也会用一些中药，也甚至会扎一些针灸。比如嗯典型的同仁医院，它是很典型的西医医院，西医的专科，但是它就有这个李金武这个扎这个颞蝶颚神经嘛。然后他也会有一些中药，他甚至自制的这个院内制剂有很多中药的东西，他也有很多这种学术的研究成果。嗯这个越是小科室结合的越好吧。大科室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派系之争会，啊门户之见更多一点。嗯，而且我自己个人，我就是觉得中医和西医底层的逻辑可能都不太一样吧。这个段老师怎么看呢？这个我专门讲过一期，其实更多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西医它的目前的临床现状是它从病理出发的更多一点，但是嗯传统的中医它更多是从生理出发，就我嗯们治的不是病，我们治的嗯。是人嘛，就是让人的生理恢复正常功能，而不是说看到这个病理它这里哪儿有问题了，我们去针对它这个问题。这是调人，一个是调人，一个是调病，对，而我是这么想的。且而且西而且西医本身还有很多，它其实是对着症去的，就只要消症就行了，对吧？中医也很多对症的，但是同样是对症，就是嗯，你是要把这个病理的问题解决，还是对你希望它恢复到正常的生理，这个对思路是不一样的。对，逻辑不一样，底层逻辑不对，一样。嗯，是的。好的。哎，这个又有个朋友问说，国内刚刚毕业，在国内积累一段时间，还是尽快出来？我觉得这个看人吧。嗯，对，一个是看人，一个就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对，一个你结没结婚啊，然后有没有孩子呀，嗯，然后你以后准备怎么往哪个方向发展啊，这个想要，都是想要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个最好就是你看看八字吧，你有没有驿马呀？你要没驿马，你就别折腾了。这个这真的是你看看你自己的家庭背景，你在当地有没有一定的资源？你要嗯。没资源，你在医院科室，你学历都是博士毕业，你的院校背景，你的进的这个医院的科室里面的环境适合不适合，这个关系很大。医疗就是比较吃资源，你没有相应的这种专业资源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确实是出国发展更好一点。这个，刚刚段老师提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点哈，看一下八字里面有没有驿马，对吧？看一下对呀，紫薇的命盘里面迁移宫好不好，对吧？是啊，因为我自己是学紫薇的啊，我自己是研习紫薇的，然后当然我知道身边很多的中医其实他们都是看八字，都会结合八字吧，至少因为八字首先可以看到一些先天的一些状态嘛，首先可以看到先看看跟自己是不是形成克害太多嘛。啊，你形成克害太多，你病人就赶紧让另请高明吧，要不然对。天天吵架有纠纷没意思。对，就是看一下，首先看看八字，第一是你基础的身体条件怎么样，对吧？第二，你这人性格咋样？你别来了就对吧？就给我搞一堆事儿，这也很痛苦啊。所以好多我认识的中医也是要先看看八字。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来参加直播的这些同仁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就是自己有没有去研究过这？因为中医本身我们也讲五行嘛，讲阴阳五行嘛。就这个东西它底层是通的，所以这个玄学这一块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接触过，可能多少还是得看一点吧。啊，段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要看一点吧，或者你看看心理学的相关的东西也有用，有些也是很实际的。
嗯，然后我把刚才这两个问题答完吧，就是好，中西医博士，嗯呃，有没有中西医方面工作的专业可以选？其实也是有的。你像我知道他这边，你如果是直接移民的话，或者是你不移民过来留学也可以，你留学学一个护理专业也可以，学这种物理治疗也可以，然后学这种辅助科室，比如 B 超啊，或者是放射的这种，还有这种检验，就是抽血这些相应的科室都是可以选的。这种专业时间都很短，不会很长的，长的也最多就是2年，短的甚至可能就几个月。你学完以后拿到证书，工作也很好找，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然后之后你再根据自己的收入预期、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你再进一步选择就可以了。这种相关的工作方面还是很多可以选的。然后下面这个问说，博士刚毕业，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临床经验，还是尽快出来？我觉得博士刚毕业，你可能在国内不一定能积累到临床经验吧，而且国内的有些经验，你如果是自己经营诊所，或者说是在私立诊所、高端诊所，你这个工作经验有些是可以在国外用的。你如果是在公立医院的话，你刚毕业不一定有出门诊的机会，你如果只是在病房的话，积累不到太多的国外需要的这种临床经验，所以意义不是太大。如果是博士毕业，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出来。但是你相应的，比如针灸推拿的技能，然后一些常见病的技能，还有沟通能力，你要先学一学。可以找一些你当地呀，或者是北上广一些的这种好一些的诊所，你去工作个3个月、半年、1年，你在市场经受考验之后，你自己也有信心，然后你再出来，这样可能更好。那如果你本身的在学校已经这些能力都具备的话，那其实直接出来也没问题的。嗯总的来说，国外的中医行业相对来说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你有正规的学历，有正规的知识储备、技能，你去适应一下当地的市场环境，应该是混个温饱是问题不大的。那嗯你是大富大贵是不要想的，不如出来之后，然后你面对市场，你针对市场之后，你说，哎，我觉得我是这个开的诊所或者我打工的地方，来的都是25到30岁的女性白领，那她都是什么病？然后这个病有些我很有把握，有些病，哎，我这个技术不够，那你这时候你再回国找专业的人去补足这个技术，你花个1个月、2个月去进修一下，这样都可以。嗯。就我认识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中医，他就带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是院校毕业的，毕业以后，然后他自己开的诊所嘛，在成都开的诊所，然后这个学生就跟着他，可能有半年多吧，至少有半年多应该，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在坐诊啊，开方子啊，然后做针灸啊，然后现在后面才出去的。那个姑娘应该也是一个博士，我印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至少是硕士吧。就跟着师傅带一段时间啊，这种可能这也是很好的。也是一个对途径啊。对，嗯可以找这种就是确实当地口碑比较好，然后市场认可的名医嗯啊，或者是私嗯立诊所，你主嗯，要是去学一下它的运营模式，它的对，运营思路，怎么嗯跟患者沟通交流，他擅长的病种是什么，然后对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对，OK。啊，这个问题问的很具体了。如果自己开诊所，就诊费用自己能制定吗？这个应该可以制定吧？有对，物价吗？这都自己定的，就是市场经济嘛。对，你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人愿意交钱就愿意就来就可以。但嗯是一般来说就是不太建议收费太低，因为这边有一些老的中医，他可能来的比较早，那个时候市场就是可能认可比较低啊，他收费就很低，然后后来一直就没涨上来。但是现在可能你新加入这种学会的话，他就会跟你说啊，不要这种恶性竞争，不要收费太低，他会有一个指导价。这边保险公司也会有一个指导价。你像 BC 省的话，它有一个车祸保险 ICBC，它的标准价呢就是
首诊第一次收130多，然后复诊的话收110多。嗯啊，那等于这就是一个基本价。你商业保险的话，很多也是会有自己的线，但是它都是以这个 ICBC 这个线左右定一下自己的线。你嗯收的过高或过低的话，它可能保险会找你的麻烦。嗯但是并不是说一定会拒付。你嗯，收的太低的话，他就认为你可能是不正规的经营啊，或者说是这个不规范的情况，或者说这种打恶性的价格竞争。如果其实收的过高呢，他也可能会质疑你说，那你是不是给这个患者行贿啊？就比如收礼品卡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种非正规的经营方式。但你如果是正规的经营，啊，我就是愿意收这么多钱，那你嗯收的低一点、高一点，你说我少收10块钱，然后我为了患者多一些，或者我多收1倍，然后我为了自己可以工作量小一点，可以更多时间陪家人，那你都是自己决定的，当然是也是要看市场的认可。那这边我知道，同样是针灸，可能有收300的，也有收500的，然后嗯甚至最低的有收20的，嗯，这个差距很大，那自己定。至对，于药材和针灸的采购，采购呢，这边有这种协会推荐的这种供货商，当然是参考，你可以自己去进，但是相应的管理局他会查，比如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发现你的针灸针已经过期了，或者药材质量有问题，他会进行处罚的。所嗯以最好还是找正规的这种供货商，嗯。进正规的。也有人为了便宜从国内淘宝买啊，有的可能质量不保证，或者是管理局查的时候会有各种的处罚。嗯，就自己得去管控好自己的这个，采购的渠那个道。体户自己负责嘛，对，你自己得不出事儿什么都好说，你出了事儿的话，这边就是自己承担责任了。对，包括我觉得定价其实也是跟国内其实一样，就是你自己还是得去了解一下市场，对吧？看看自就是市场调己的查吧，看看自己的这个这边定位。差距是很大的。你嗯，在不同的街区都是不一样的，你在市中嗯，心有市中心的收费，你在嗯，居民区有居民区的收费，你对，换一个小的城镇，可能收费都是不一样的。对，你要做一对，下市场调查，然后对，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市场的情况，你决定一下这个定价，这样你对，才能走得稳一点。你如对，果市场这个不认可，那你收的再高，收再低，不是说你收的低就一定来的人就多，因为大嗯，家一看别人都收这个100多块钱，就你收60，你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儿啊？他对，这边尤其是这种本地西人，他其实是很谨慎的。他第一嗯，个他不了解你的体系，很嗯，很多是靠口碑传播的。嗯，往往这边的本地西人，他听到一个诊所，比如他路过我的这个诊所门口，他不会直接进来问的，嗯，他一定是问问周围的朋友，哎，你们有没有去过这家诊所？怎么样？然后当有一个朋友说，哎，我去这诊所看过了，看的不错，然后他说啊，那我就记住这个诊所了。然后他就会拿这个说，哎，谁谁谁去过那个诊所，你去没去过？他到处去问，有那么嗯，3、4个朋友都说，哎，我都在这里看过了，都反馈不错，他才会来。所以就是大家在海外行医，一定是维护好自己的这个口碑。嗯，因为他管理协会实际上对本地对这种广告是非常严格的，嗯，嗯，你不能做任何这种疗效的宣传，不能做这种前后对比的宣传，然后不能做的国内做的那些广告基本都不能做。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维护好自己的口碑嘛。我们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对吧？六名七相，这对，个六名其实我觉得就是名声啊，自己的名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了。就这个对，还是一个是维护个人花心思。的名誉，一个是维护行业的名誉吧。对对对，有时候你做的不好，其实不光影响你一个人，可能是的，影响的是大家整个行业。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个还有朋友在问欧洲、瑞士这种，可能我不知道段老师了解吗？或者我们后面可能会有欧洲的专场啊，我们会请欧洲的这个嘉宾也来聊聊欧洲那边的情况。嗯欧洲就差异特别大，北欧嗯和这个东欧，然后东欧和南欧都是完全嗯，不一样的地对，方。北欧的情况跟加拿大差不多的，然后瑞士那边就是人口就更少了，他可能你去一个镇子，
大概就是两三千人，你嗯的工作量非常少，它确实是单次的收入会比较高，但是你最后综合下来，一个月收入不会很高的，嗯，就是维毕竟持当地一有限。个平均收入的水平，然后很难攒下钱，因为瑞士消费太高了。我当时有老师去瑞士待了几年，基本攒不下钱，就你挣多少花多少吧。但是如果有小孩去那边上学还是不错的，还有多语环境，法语、德语、英语，就是瑞士语，这个对孩子教育有一定好处吧。但是确实消费非常高，然后相对来说收入不是很高，收入可能大概就是国内一线城市的水平吧，所以可能日子会过得有点拮据。嗯比较好的可能是去这个东欧或者南欧，东欧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它经济不是太好，人口也少，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德国、去法国这种发达国家去打工了，所以也是都是老年人。然后你维持一个当地水平的一个收入，可能收入还不如国内一线城市，但是相对消费低一点，就是过日子是可以的。可以养老的话可以，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去东欧可以。其实然后也也他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地方呢，就是挣不到钱，也是那就是边就是旅游多一点，然后本地嗯，经济也都不行，就是你就是挣多少花多少那种状态。还是看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对对吧？如果你特别喜欢西班牙的海景，对吧？那海边漂亮的很，天天就想在那儿待着，那那也行，是吧？特别喜欢瑞士的雪，那也可以去瑞士待着。对，你会滑雪和不会滑雪，其实瑞士肯定两个感受。对对对对，嗯，好。呃，我们我们我觉得可以再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个出去以后的技能的发挥和在国内的这种技能的运用，我不知道有什么差异，就是呃，是不是在国内需要更全一些，或者在国外需要更全一些，技能掌握的更多一些，要满足的需求能更多一些，这个方面，段老师您觉得呢？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我就还是国内的这些技能，嗯。啊，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一下。在但是需求的，你的沟通的能力啊，还有就是你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可能是要求的更精细。嗯，它可能是除了治好之外，你要能给人说清楚。我再问一个有点傻的问题哈，就是国外的人的体质，就是欧洲人的体质或者这种白种人的体质，跟我们黄种人的体质本身它差异大不大？就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讲，施治的这个角度来讲，差异大吗？就国外不太让提这种就是人嗯种方面的差异，但是嗯实际嗯上是侧重点不一样啊，就是不嗯同的族裔它的优缺点不一样，要稍微的了解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原来中医科学院有一个于天星老师，他嗯写的这个《海外行医医话》，里面写的是美国、英国、东南亚不同地区见到一些常见病人的体质，然后怎么去处理的方法，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嗯，可以，回头我们也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对，因为其实我倒是也没有这种种族的什么这种这个方面的东西，但是确实不同地区的人的生活习惯呐、包括欧美人其实很喜欢喝凉的嘛，对吧？就是这种东西，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欧美人他是分很多的，就是对对对，当然我们不东欧、能一概北欧、南欧、西欧也不一样，然后美国大陆的这些人也是不一样，美国本地东岸、西岸、中部嗯的人也是不一样，就跟你说中国人都爱喝热水嘛，我就不爱喝热水，我就啊只能喝凉的，我啊喝热水一点儿喝不了。这个就嗯是中医我们说的，就是人是分体质的，嗯寒热温凉。它就不同体质。你说很多的欧美人，他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他会可能更偏向于冷饮，
但也不嗯是每个人都能喝冷饮的。我在嗯，俄罗斯的时候，有个病人就是，他就说从小没喝过一口凉水，是吧？对，嗯他就喝不了凉水。啊这个就是每个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个体来看吧，就是不要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成见，，OK，这真的是要个体分析。嗯，对，有道理。所以其实还是根据个体去走。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在国内针对的华人，针对的这种黄种人到国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差别就是他们可能经络更敏感一些，就是嗯，《黄帝内经》上说的这个西北经方络更敏感。向的人，他可能这种毛孔粗大，所以对针刺比较适合针刺，确实经络感传还有这种针灸的效果，要比国内这种中南沿海或者是北京啊这些一线城市的人要更敏感，所以相应的我们做这种针刺手法就不要太重，它嗯是确实是特别敏感，因为嗯扎上以后它这个循经感传呀、针刺的嗯效果就出来了，没必要刺激太强。啊，留针的时间呢？一般都不留着。不留针啊？嗯，嗯，这个还是有点儿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看治什么病吧，不是所嗯有病都需要留针。嗯，就是如果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的话，就是留针的时间会有差异吗？大吗？我一般就是从我的治疗安排来说，我就不太主张这个留针留针时间太长，啊你要收钱嘛。啊，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医生不同的习惯，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吧。你的目的是主要是治病嘛，你不是对为了让病人躺在那时间太长，对对，所以把病治好就行了，用什嗯么方式患者能接受，你也能接受就可以。嗯，OK。所以其实从技能的运用方面来讲，其实差异并不大，我觉得差异并不大。大家就是如果是在一线城市的话，应该是差别不大的。但嗯，是如果你是在三四线城市，可能确实是技术细节上要求不一样，就是可能跟我觉得跟经济发展水平、跟这个认知，人的这种健康观念，他对自己嗯的关注的程度，对这嗯种疼痛的忍耐是不一样的。比嗯如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津的这个针灸是比较出名的，嗯但是很多天津的针灸科的医生到北京行医，就经常是这种不太顺利吧，因为就嗯是两地的这个人虽然离得很近，但是风俗习惯对嗯针灸的这个耐受程度完全不一样。嗯天津的话就有这种硬汉的文化，就是你可能嗯针刺的重一点儿，只要病能治好，嗯一般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是嗯北京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人就娇贵一些，你如果稍微扎的疼一点儿，出血了，或者是给人弄不舒服了，就算病治好了，人也要投诉你的。啊大家嗯就是类似的区别吧，就是你这边的话，我刚才也说了，考试它不追求你的疗效，说我嗯一定要一次看好，你嗯先别出事儿，不要嗯出危险，不要有纠纷，这个嗯是安全是第一的，因为这边的法律成本是非常高的，嗯你治好1万人，治好10万人，你出一个医疗事故，你这个职业生涯就毁了。啊对，所以法治社会的话，大家第一步就是保护好自己，没嗯必要说我是去追求一些极限的这种疗效，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肯定是要对这个病的认知更多，嗯你的技术水平越高，你达到好的疗效，而不是说大力出奇迹，我嗯去怎么去重刺激，怎么去各种奇奇怪怪的招数去用，也，OK。没有必要。好。好，我们现在差不多直播还有15分钟，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个3位来上个麦，如果有人愿意举手的话，可以申请一下，然后可以连个麦。有朋友想跟段老师聊聊吗？有什么问题想聊一聊吗？哦，这个好，我先第一位啊，我们请上来。Hello。
哎，好像挂掉了。有朋友愿意连麦吗？想要连麦吗？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把这个出国想的太复杂，嗯你就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学习，那我现在我不想在北京生活了，我想去嗯上海，那嗯你想一想，你需要准备什么？你是不是要去查一查上海它的这个人都生什么病比较多呀？那上海的这个地图找出来，住哪个区域比较好啊？在哪个地方找工作比较好啊？然后我的小孩应该安排在什么学校呀？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无非是你在北京说普通话说北京话，你在上海说上海话，那语言也是有区别的嘛。就是你出国只不过是距离更远一点，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所谓出国，我们那天还和这个关老师聊天就说，你像从广州到北京，那你坐个这个卧铺，不是也是十几个小时吗？那嗯你从温哥华这儿坐个飞机回国嗯也就10个小时。嗯那其实距离是缩短的，并没有说像以前100多年前，你可能你要坐3个月、坐半年的船，你才能到那个，真的是来回一趟很不方便。那你像我这儿也有患者，也有朋友，经常是一年回国2、3个月，或者好几次，这种都有的。就是嗯，你看自己的生活安排、工作安排，对，习惯，对。嗯，挺好。哎，我看见有人举手了。嗯、申请一下连麦呢，申请一下解除静音。Hello，OK，来吧。喂，哎，段老师您好，请问可以听到吗？你好，能听到？啊，你好，你好。首先非常感谢咱们医麦这个平台提供，就是这样一次机会啊，能和段老师连麦。然后我本人呢是研究中药出海的，然后我对加拿大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我知道中药的话，在加拿大它是以这个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进行那么一个就是上市的。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段老师，您对于中药的这个产品，或者说中成药的这个产品，在加拿大的这个发展？就是您有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就是说，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加拿大不仅是华人，还有加拿大其他的就是 foreigners，他们对于这个中药啊，就是这样是否会有这样一种购买的习惯？然后他们的这个频次，包括在加拿大就是中药哪种中药，它可能卖的稍微好一些。包括您平时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是否也会有一些就是说进行一些中药的这么一些开方？等等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能方便您介绍一下吗？谢谢，谢谢。不用客气，我就简单把我知道的说一下。第一个，我平常我不开药的，我主要就是针灸和推拿正骨。嗯嗯嗯，嗯然后加拿大的这个中药市场是非常好，而且可能未来5年会发展会非常快。我嗯嗯看有一些市场调研说，现在加拿大的中医药市场是14亿加币吧，然嗯后未来嗯5年应该会涨到50亿加币，就等于会翻几倍。一个嗯是老年化，一个就是各个保险对这个中医的认可，还有就是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增长。嗯，而它分很多块儿，就是你是分中药材，然后中成药，还有中药保健品这对，几个市场。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对的。中药材呢，这个市场基本是已经格局已经形成了，可能几十年之前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国企或者是私人企业，它已经是大批量的进来，然后他们一般是会呃本地有厂或者是跟本地保健品厂家合作，它去加工成这种中药成分或者中药提取物的保健品，然后这个市场也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格局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就是有一嗯些大的品类、大的呃这种进出口的量或者市场都已经占据的差不多了。然后中成药呢，也是有几个国内的老牌专供海外的中成药的厂，
它也是基本是占据差不多了。你如果要做的话，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考虑和这些已经占据市场的去谈合作吧，应该是有机会的。如果你有特殊的品类的话，开拓市场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注册一个保健品号大概起步是1000加币，就是你可以获得一个注册的这种健康产品的号。之后呢，你要去层层的去审批，一步一步的去走，这个市场成本是挺高的。是是。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知道就是在加拿大本地就是进行这个中药的，就是一些中成药啊，包括还有它这个中药保健品啊、补剂啊，它进行注册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有很多吗？还是哪地方有一些？因为我知道咱们在那个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是有一家公司的，然后至于其他地方您清楚吗？比如蒙特利尔。其他地方我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不是嗯嗯很难，就是你自己过来投资一个工厂，或者买一家工厂，或者就是你组建一个公司去做，都是不难。但是就是后续的市场开拓可能是成本比较高。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因为我现在就是做中药出海的，然嗯，后也认识一些就是国内中药企业的就是负责人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资源的话我尽量传。谢谢段啊，老师，谢谢段老师答就是疑解惑。市场是有，但是可能瓜分的差不多了。嗯嗯嗯你不如去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是比如非洲，还有一些这种非传统的这种市场，像美洲的话，像墨西哥，现在墨西哥的中医药协会、中医市场都是发展的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政策也很好。还有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政策也嗯更好一些，而且包括本地的这种种植、进出口都是有一定的政策的。加拿大、美国还有欧洲、日本这些传统的发达国家，它都是相对更难一些。嗯，对对对，是的，是的。好，谢谢段老师，谢谢段老师。对，客气。功课还是自己要多做一做，多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状况，可能各个不同的渠道都得多多看一看。嗯加拿大就是市场太小，你又成本就太高，所以嗯，你专门要做这个市场的话，不如去做美国市场，不如去对做欧洲市场。对，然后你美国或欧洲市场打下来之后，你再去铺其他国家就很容易，或嗯者干脆你就直接跳过这些国家，直接就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像墨西哥，墨西哥的 GDP 比中国不差的，然后它的市场也有，然后高端消费也有。这个人口也有，现在经济增长也很好，对中医药的政策也很好，其实是可以墨西哥的去考虑的。人口密度应该也很大。大城市大，小城市不是很大。嗯，可以，我觉得就是反正多多去了解一下自己感兴趣的市场，各个得去转一转。你像我大学同学嗯都是去非洲，有去迪拜的，有去南非的。那去迪拜的不一定比去南非的挣得多，嗯，主要还是看市场竞争的。对。好，我们最后剩几分钟，我觉得我们再聊一个相对开放一点的问题啊，段老师。好，你怎么看整个中医在海外发展的一个趋势呢？在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呢？就这个文化它到底真的能，我们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是中国完全独有吧，我们华夏文化不能说完全华夏文化独有，但是确实我们根儿在这儿。那它真的在国外能长得枝繁叶茂吗？就是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看好的。其实中医出海从150年前就开始了。你像温哥华这边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叫《洛杉矶这个史记》嘛，他就是讲了这个第一代华工来这个 BC 省修这个太平洋铁路，它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一章就专门讲到这个中医了，就是说当时都是开矿、挖金嘛、淘金。还有嗯，这种修铁路都是很危对险的工作，对，主要是欧洲来的工人，还有本地的工人，还有这种华工，那都有出现意外。这个意外是不分人种的，
嗯胳膊腿骨折断了，当时就有这种华工里面会中医的，他就给你正骨完以后打石膏，过1个多月就又能工作又能赚钱了。那当时的这个西医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话，你出现这种伤，就是可能就直接给你截肢了。那你作为底层的这个劳动人民，你截肢你就没办法做这个工作了，你上升日工作能力。生活日常都做不了了。嗯所以那很多这种欧洲裔的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他也选择这个化工的这个正骨，然后慢慢这个正骨流传开来之后，那和欧洲的传过来的这种正骨技术、正骨理念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 Orthopac，就是整骨疗法，还有 Chiropractor 这种美式整脊，那它就是形成一个慢慢进入到主流社会了。我觉得以后这个中医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做得好的话，那一定是会慢慢就是融入主流。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也研究玄学哈，就是从九子离火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应该说我们传统文化在接下来的20年，中医文化也算传统文化之一了。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长足的发展吧。所以它会，你觉得再加上我们中国目前国力也好，还是国际影响力也好，觉得它还是在一个上升期、上升阶段。那趁着这种势头，是不是可能性更大呢？您的判断呢？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现在我看的话，还是鱼龙混杂多一点，嗯，什么人都在出去。什么人都在出去，而且可能更多的人是在之前国内的环境，他可能不是太如意的人出来的多一些。嗯嗯所以我也是希望通过你们平台呼吁更多的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有能力、有技术的人出来看一看。嗯就是我觉得适合出国的其实就是2类人，嗯一类呢是你已经赚够钱了，嗯就出来就是享受生活、养老的；还有一类你就是在国内，你除了自身的技术能力之外，你没有其他的资源，你没有向上的通道，那你不如就换一个国家，换一个环境，你嗯可以靠你的能力，靠你的技术，走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天地。嗯。所以不管是哪如果一类，首先是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这些东西要好。嗯就是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更多一点，就是在中医在国内能挣大钱的也不是很多，嗯，就是大是。多数你如果在公立医院，或者说在一个小诊所、小地方的话，你没太多资源，你医术再好，其实能挣的钱就那么多，挣的嗯更多是一个辛苦钱。嗯你不如就是出来换一换，不说挣多大钱，但是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更有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可以给子女更好的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嗯，是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方式吧。可能性是有的。对，嗯，好的，我们今天直播也就差不多，非常感谢段老师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然后也感谢各位同仁的感谢各位同仁的参与啊，然后也看到了一个大家都还是很积极的，希望去了解这件事情。嗯，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我把那个再说完，我刚才没看到这个问题，就还有个有人问题吗？说这个，呃，不会有医保查 DRG、DIP 是什么追着让你申诉，不太懂。但是那个医保查这边的话，其实会有管理局查呀，也会有商业保险查呀，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合规嘛，你不能乱来的。那这边也确实有乱来的，我看也挺吓人的，有的做那个什么火龙灸啊，就是整个这个浆都铺满背，跟那烤全羊一样，也挺啊哈。吓人的。还有那什么放血啊，做各种什么道医这个画符的，这个怎么乱来的都有。嗯其实也是，我觉得对整个行业还有对个人都不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大家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觉得就还是明确诊断、规范治疗，就是我们就挣这种合法合规的钱，然嗯后
嗯把这个疗效调好，嗯让这个病人能够满意、开心的走，这是最终的目的嘛。嗯。不能说没有医保查你就像梦一样的生活，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是太认可啊。这个还是有人查的，而且你没有人查，你也要规范去做呀。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对吧？对呀，嗯。我油管就是拿姓小中医，可以在油管上搜一下就行。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段老师您的那个号啊，已经发到群里面，谢谢谢谢，这个有个小访谈我回头也放到有油管上。对有个小红书的号已经发到那个我们群里面了，大哦，家谢谢谢谢。看看。准备去南欧，南欧的话其实是挺适合生活的。我原来在希腊也待过一段时间，南欧生活很适合生活，但是就是不太容易保定这个身份，那地中海边就是经济这一圈儿。不好。对，嗯。医保有目录，常用项目是什么？这边商业保险只有针灸可以报销，没有什么医保目录。这个跟国内环境肯定还是不太一样啊。呃，我这其实我诊所病人有商业保险的不多，主要还是自费的病人。我收费相对高一点，然后走商业保险也报不了多少。我觉得不管是国内国外在哪儿，你光靠挣保险的钱是很难长久的吧？有专门挣保险的钱的，我觉得做的会很累。我这里可能还是自费的病人多一些，保险对我来说不是约束太多。对，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啊，不靠那个对，东西。嗯。不靠这个。对。好，然后段老师刚刚已经把那个他油管的那个名字 ID 已经发到这个聊天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今天就感谢段老师，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段老师那边好，已经是晚上了，那也差不多该休息了啊。我们这个时差确实也是我们两个方面，一个选这个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时差的问题，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去做这么一个闭门的一个直播，我们在腾讯会议里面来做，也没有在开放的公寓里面去做，对。然后后面呢，我们还会请更多的一些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各位不同的这哦，种情我再说一下移民的信息吧，我刚才忘了说了，况。就是加拿大，因为它现在这个政府这个换届嘛，所以收紧了很多的传统的可能有一些这种省提名啊，还有这种意义通道都特别卷，就是分数很高，所以如果是中医教育背景的话，那除非像刚才提问的那个说，又是博士刚毕业又年轻，然后英语雅思能考到7分这种很优秀的，你是可以走的。剩下其实能选的可能只有这种，呃，现在现在这个加拿大叫做小镇移民。我前2周我去考察了一个这种 BC 省的小镇移民的这个点儿，叫 Vernon，它是在 BC 省的科罗纳，那个科罗纳的北边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小城市，呃，大概就是4、5万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大概就7万人，但是全是养老的人群，因为那个地方气候很好，整天都阳光灿烂的。它是在一个山区的山谷，气候条件很不错，属于那种北美小镇，地方不大，但是居住环境很好。你如果是愿意走这种小镇项目，就是去那种小镇生活的话，大概雅思有个4分到5分，然后有本科学历，去那边工作1年，你就可以拿到 PR 的身份。而且这种医疗卫生人员，它是属于当地紧缺的职业列表里面的，所以是现在可能这个是有一个机会，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找一找这方面的信息。而嗯且当地的人对这种中医啊、针灸推拿需求是非常大的。我嗯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诊所，它这个预约的这种排队的列表都要排几个月，就是每一家诊所都是爆满的状态。而且他选定你的话，认可你，他可能就会一直在你这儿看，嗯。所以你在当地你的收入应该也是不错的。但是就会累一些。
你自己选呀，你可以就是工作半天嘛。对对对，我认识那边有一个人，他就是中医嘛，他就是135工作，嗯剩下就到处去玩了。那一啊个月挣个1万多，不到2万的加币，我觉得收入还是不错的。嗯嗯，够生活了，反正对呀，还是看自己想要什么。对，我觉得你出来的话，就是先要预估一下，我一年需要挣多少钱，我需要挣10万加币、二嗯十万加币还是30万加币？你有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哎，我需要是一个什么工作状态，嗯，然后你照着这个工作状态去努力就行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感好，谢段老师今天耐心的一直还在不断的返场，特对呀，别就聊聊天，以后有机对对，会有需要的话，咱们再继续连线。好的好的，非常非好，常希望跟段老师还能继续连线啊。好，我们也谢谢各位群里的这个我们直播间里的同仁了。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好吧，各位拜拜。拜拜。好，我们晚一点会把这个视频会发给各位，然后也会有一些回访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嗯，好的，好的，谢谢段老师。不客气。好，再见，再见，拜拜。